斑驳篱笆，谁守着家人凭思念洒？看那岁月留下一抹晚霞，青丝变白发。雨雨泪下，回忆沙哑，转眼又一夏。笑颜观堂脸颊，模糊妆纱，苍老了年华。那暴雨就快要狠狠地落下，我还在等待着你一个回答。就让那风再大，吹起了牵挂，就让那雨再下，吹尽了繁华。用一生换刹那，我不会再挣扎。如果爱需要代价，我无法接受路沿途多变化。我只怕一错过就咫尺天涯。用信念换约定，我将爱牢牢刻下。威廉律师说他很忙，无法抽出时间见阁下。既然这样，那就不勉强了。对了，请你转告威廉律师，我们已经找到8名目击证人，足以证明他的当事人麦克逊先生在撞到王大海时喝了很多酒。我们也有目击证人看见他塞钱给前来调查的警员，有关警员必要时将会出庭作证。另外，麦克逊先生似乎不是第一次因为醉酒而发生交通事故，他的酗酒问题恐怕不是扫到地毯下就能视而不见的。受害者王大海只希望得到合理的赔偿，但是也不会回避上庭指控麦克逊先生。我想，华社将会倾全力支持这场诉讼，为我们卑微的清洁工人兄弟讨回公道。打扰了。张先生，威廉律师想跟你谈谈。是谁断了王大海的腿？是谁断了王大海的生路？抗议无理裁对王大海！抗议无理裁对王大海！恢复王大海的工作，赔偿王大海的损失。负责的官员出来面对，不要再当缩头乌龟。不达目的誓不罢休，不达目的誓不罢休。我们得到上级的指示，要求你们立刻结束罢工行动，回去各自的工作岗位工作。至于你们的要求，我们将另做安排啊！等等，你说什么？麻烦你说大声一点，让大家可以听得一清二楚。马上结束你们的罢工行动，回去各自的工作岗位。至于你们的要求，将另做安排。这是什么答复啊？一点诚意也没有。对啊，对啊，对啊！如果不听劝告，一意孤行，一切后果自负。不怕强权，不怕威胁，坚持为工人兄弟讨回公道。讨回公道，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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讨回。怎么来了？我不仅来了，还带了我的学生来支持你们，也为我们513游行前来场热身。太好了，兄弟们，中人中学的张明老师带着同学们来支持我们了。抗议无理裁对王大海！抗议无理裁对王大海！不达目的
的继续罢工，不达目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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的继续罢工。你是个律师，王大海他目不识丁，他当然听你的。你叫他盖手印，他能不盖吗？当勇，你这话好像在暗示我在骗王大海。我可是清清楚楚跟他讲明麦克逊所提出的和解条件，并再三要他考虑。这一点，明慧可以作证。王大海一听不和解就得上法庭，就说杀了他也不敢和红毛人打官司。现在那红毛愿意赔偿医药费和200块个人损失，已经忘恩浩荡了是吗？人必自辱而人辱之，人必自贱而人贱之。如果自己不想活出尊严，就只能一辈子当奴隶。当勇，你严重了。对王大海来说，接受和解和赔偿是最好的选择。如果这案子上了法庭，时间、金钱都对他不利，更何况证人随时会翻供，根本没有必胜的把握。不是每一件事情都要在法庭上解决的。你是说，运用你的工会力量？没错，我们这一次的罢工行动，就让市政府官员乖乖就范。王大海不仅恢复原职，还获得工资和医药费的补偿。请允许我说句心里话，你们的罢工行动对市政府有效，但对那商行经理麦克逊来说，恐怕一点作用都没有。他住的是皇家山上的豪宅，有最先进的冲水马桶，有工人打理一切。对他来说，跳粪工人和清道夫罢工与他何干？你这是姑息养奸，让麦克逊之流更加有恃无恐，让他们相信只要换一点点的小钱，就能打发我们这些次等人。你为什么凡事都要想得那么极端？因为事实就是如此。事实是，你这种极端想法将会给你带来灾难。你的意思是，只有当个懦夫，当个妥协者，才能平步青云？够了，你们不要再针锋相对了。你们的立场不同，但目标一致。对啊，而且都各自取得成果。没错。当勇领导工会罢工，让王大海恢复原职，我哥成功让那麦克逊做出赔偿。你们这双剑合并，果然是所向无敌。所以，我们是不是应该去庆祝一下？好主意！我刚发了薪水，我来请客，你们赏不赏脸？妹妹的面子那么大，谁敢不赏脸？来，这是你的。我吃不下。吃了吧。从现在开始，你就要养精蓄锐，为3天后的行动做好充足的准备。3天后你有什么事？你没告诉张燕吗？他当天得去面试，我不想他分心。那你现在非告诉我不可了，要不然我肯定更加分心。告诉他吧，如果张燕这么不堪一击的话，我可要为我妹妹担心了。怎么又扯到我身上？因为我是你哥哥，你的幸福是我的责任，我要确保你托付的人是对的。3天后，将有一场513行动。513行动？国校的学生将在5月13号这一天游行到总督府，递交请愿书，反对国民服役的登记。你们真的决定这样做？你以为我们只是说着玩的？你好像有些不以为然。不，每个人都有表达不满的权利，只不过那都是一些10多岁的中学生。不要小看这些中学生，他们都是有远见、有想法的，绝对不是在玩家家酒。虽然他们都是10几岁的孩子，不过他们很清楚反对什么，争取的目标又是什么。洪当勇，同样一句话，也是我要对你说的。我妹妹的幸福，也是我的责任。你当天可要好好看着她。如果她有什么损伤，我唯你是问。哥，别那么紧张，只不过是中学生发表自己的意见罢了。难不成警方会使用武力对付这些孩子吗？
让他们也不敢。小心驶得万年船，你们还是别掉以轻心。集体行动，情绪很容易失控，万一引发骚乱，警方说不定会采取激烈手段。怪不得人家会说夫唱妇随，我们这里就有一对了。你又胡说，待会儿我要去买糖水粘住你们的嘴巴。哎，糖放了没有啊？哎，糖放了没有？什么啦？糖水放糖了没有？放了啦，放了啦。真是。哎，好像还没有放。到底是放还是没放？我忘了啦，你试一下不是知道了吗？都不知道人家干什么的，整天魂不守舍，女大不中留啊！我看啊，我还是去找黄媒婆给你找户人家。你敢再去找那个死八婆，我就放把火烧！烧死我是不是？你这不孝女啊！你不怕天打雷劈呀？我说放把火把我自己烧死！你气死我了！唐学妹，明慧姐，看到你就好了。你那么想我啊？不是，我是大流氓。你去看看大流氓好不好啊？他怎么了？他到现在还在发烧，而且今天好像比昨天还要严重啊。应该是伤口感染了。明慧姐啊，你陪我去看看他好不好？我去看他是没有用的，他现在需要的是医生。你还是叫他回医院去打针吃药。他肯就好了，他这个人倔强死了，都不听我劝，要他去医院，比要他喝芝麻糊还要难。那你就跟他说，伤口感染不是开玩笑的，严重的话可能还会丢命。丢命？那怎么行？明慧姐，你去看看他吧。好，我拜托你，拜托你。好吧，好吧。啷头，啷里个啷里个啷里个啷。哦，大流氓他爸这里有点不对。大叔。媳妇。我带了朋友来看大流氓。流氓。大叔。大叔。大流氓。大流氓。大流。大叔，我买了包，要不要吃啊？你快看看他吧。怎样？是不是很烫啊？你那条毛巾泡在冷水里给我吧。哦，还有剪刀也拿过来。剪刀。来啦！喂，糖水妹，干嘛那么多事？叫你顾个糖水档就好了嘛，干嘛跑来这里？哎，我老头，走开你！我不要，喂，走开啊！哇！哎，你不要每次对你老爸那么粗鲁，行不行啊？糖水妹，你每天只卖了几碗糖水，你以为你很有钱啊？每天买这个买那个了，哎，走开！那么有空，回家睡大觉了。我来看你死了没有啦？死了不就好了吗？不用看着你这张臭脸。
你真的想死，很快就可以得偿所愿了。他的伤口感染了，再不去医院，只会越来越糟糕。啊！喂，你有没有听到啊？人家是护士，你要听他的话。护士又怎么样？护士就不会放屁吗？你不要理他，他说话就是那么难听的。我知道。身为一名护士，我有责任提醒你，你的伤口如果不及时治疗，只会引发严重感染，到时连医生也帮不了你。不就是一个字，死吗？哎，你就不会死啊？他就不会死啊？总有一天我们都会死，早死晚死，还不是一样？死啊！我看你是烧坏脑子了。你才伤坏脑子啊！你再不走的话，我就踢你屁股！哎呀！压屁股？压屁股丑八怪，哈哈！会不会是他？明慧姐，明慧姐啊！明慧，对不起啊，唐学妹，我真的帮不了她，送她去医院吧。见死不救，当什么护士啊？你不是说你有9条命吗？见死不救，当个屁护士的！我不是医生，我救不了你。你不试试看，怎么知道不行？如果你撒手不理啊，我死不瞑目，日日夜夜变成鬼都会缠着你啊！我不是开玩笑的，我是认真的。你去到哪里，我都会跟到哪里啊！我吃饭也跟，睡觉也跟，冲凉也跟，大便也跟啊！你不要生他的气了，你就真当他烧坏脑子好了。你帮帮他好吗？我求求你了，你帮帮他了。我尽力吧。我去买药和纱布，你等我。你怎么可以对明慧姐那么没有礼貌啊？人家可是又善良又有爱心的人呢。黄明慧，你干什么？我不准你打鸟！这不是你的家。虽然不是我的家，但是你也不可以滥杀无辜啊！打鸟也是滥杀无辜？当然是啦！小鸟哪里得罪你了？你为什么要去打它？我想打就打，你管得着？鸟儿可能正在找食物给小鸟吃，你把它们打下来，它们等不到爸爸妈妈回来，会饿死的。压屁股丑八怪，哈哈！压屁股，不要再叫，以后都叫你压屁股了，哈哈！压屁股丑八怪，你不要跑。他真的是压屁股，洪明慧吗？这种流氓根本就是社会渣子。既然他都不在乎自己的生命，你又何必为他操心？以后别再理睬这种人了，要不然会被他们拖累。哎，唐水妹，
我想吃东西啊，你可以去帮我买吗？哦，好。哎，喂，大叔，哎呀，好了，不卫生啊！喂，你是不是姓黑呀？你姓黑，叫黑明慧。你不是姓黑，干嘛一直脸黑黑呀？你不是姓黑，那你是姓白了。不姓黑又不姓白啊！我知道了，你是红。是，我姓洪，洪明慧。她真的是洪明慧。洪明慧，唐学妹，我已经帮她洗了伤口，换了药，你看着她。如果吃了药烧还没退，一定要送到医院去，除非她真的要拿命来搏。哦，明慧姐啊，你还会不会来看她？3天后我再来帮她换药。啊，好，我走了。明慧姐啊，谢谢你啊。不用谢。喂，不会跟人家说声谢谢啊？谢谢。谢谢洪慧。哎，谢什么谢啦？她是护士，救人是应该的。别说救人了，就算是一只小鸟，她也要救，对不对啊？洪明慧。我走了。喂，你也跟他一起走吧。那你干嘛一直赶我走啊？我现在很碍眼吗？不是碍眼啊，是又丑又凶啊！没心没肺的东西！我就是不走，我就是要赖在这里给你看我这张丑八怪的脸，怎样？我叫你走，也是为了你好。那只白狗啊，有神经病的，发起疯来乱咬啊。他说过的啊，他要杀了我和混老头，为他那只黑狗哥哥报仇，连我们身边的人也不放过。小平是弹指头的妹妹，只因弹指头是我的好兄弟，就把他抓了，差点小命不保。我不想你跟他一样，白白牺牲了你这条性命。哎，你不想死的话，就赶快走啦。反正你我都会死的，早死是死，晚死也是死。那早一点死跟晚一点死又有什么不一样呢？啊！1952年，英国人在新加坡和马来亚提出国民服役法案，规定所有18到20岁的男性必须应召参加国民服役。1954年5月13日，华文中学的学生准备游行到总督府，请愿反对国民服役登记。团结，团结，团结就是力量！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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团结，团结。你们这是非法集会，我命令你们马上解散。
我们只是合理要求，请警方不要干涉。不到总督府，我们绝对不解散！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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老师，我们不怕，我们继续往前进吧。团结就是力量，韩国！团结，团结，团结，行动！团结，团结，团结！张先生，您可以进去了。好。同学们，劳工线上的工友们，来支持大家了！团结一致，抗议到底！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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再次警告你们，你们这是非法集会，必须马上解散。如果你们不听从指示，警方将强行驱散。工友们，坚持到底，绝不退缩！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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行动，绝不退缩！坚持到底，抗议到底！坚持到底！ As I was on my way over here, I saw emotions were running high amongst the students. I don't believe the police will allow them to march to the residency. If this matter unfortunately ends in a clash, the police will be forced to arrest the students, and the Attorney General will be faced with the question of whether or not to press charges against the students, since they are still juvenile. Well, Chong, you have the power to make the decision. 这的确是个很艰难的决定。据如阁下所言，这些中学生严格来说还是个孩子。我如果提控他们，势必会引起社会强烈的反弹。但是，我必须考虑这些中学生背后有没有一股力量。这股力量在利用和操纵这些血气方刚、热情洋溢的中学生。如果我们因为顾忌社会情绪而网开一面，那只会助长这股背后的力量，而他们也将会一再的利用这些中学生来达到目的。所以，我决定回到法律的基本面，那就是这些中学生有没有触犯法律。如果答案是肯定的，那不管他的身份是什么，人数多少，我都会毫不犹豫地把他们带上法庭，让他们面对法律的制裁。在这次事件中，共有
26人受伤，48名学生被捕，其中2人是女生。你还会不会来看他？3天后我再来帮他换药。我再来。今天是第3天了，他跟糖水妹说会来看我，他会不会来呢？怎么可能？大狗熊，快点！叔叔，快跑！快跑！蜜南，明慧，他被警察打伤了，你快带他走！我拦住警察，走啊，走啊，走！走吧。洪明慧，他旁边的人是谁呢？小心点！哎，米娘，你怎样了？能起来吗？觉得怎么样？会不会觉得晕眩？想吐吗？头晕。把他们抓了！是。快，还会走！他头晕，走不动了。走开！走啊！你行不行啊？小心你的伤口。啰嗦，你赶快开门！大叔，大叔，郎，郎一个郎，一个郎，一个郎。媳妇儿，她不是你媳妇，走开，走开！死了！哎，你死他都还没死啊！你对你父亲客气一点吧。踢你屁股，别说那么多了，赶快救人吧！还觉得晕吗？大流氓，有没有手电筒？有。我帮你检查一下，你看着我的手。你放轻松。今天有没有吃东西？我早上吃了1根油条。你一定是昨晚留在学校，漏夜策划今天的行动，一整晚没睡吧？哥不是告诉你要养精蓄锐吗？是我不好，我低估这次行动的后果。你的体力消耗太厉害，身体的血糖一下子降了太低，所以才会觉得头昏眼花。你想怎样？我要回去看我的学生。不行啊！你现在这个样子，走没2步就会倒了。我是他们的老师，我不能丢下他们。
你别冲动。现在外面一片乱，局势已经不是你能控制了。你先照顾好自己身体，好吗？你有没有糖？有。哎，等一下。干什么？先看你衣服。哦。检查你的伤。应该没事吧？不是应该，是一定没事。帮我拿糖吧。哦。混老头，你糖放在哪里啊？大叔。大叔，糖放哪了？哇，混老头，你有没有搞错啊？把糖放在床底下。来，拿来。不要了我。拿去。有没有热水？有，在哪里？你是？佳儿。他叫我佳儿。你是我姐。亲你屁股，来看看你的朋友，他晕倒了。敏儿，敏儿。笑颜滚烫脸颊，模糊撞伤，苍老了年华。姐，你是我最亲爱的姐，永远都是。等待着你一个回答。就让那风再大，大流氓！大流氓！大流氓！你帮我叫辆车，不要送他去医院。好，我马上去。走开！车！我只怕你走就只是天涯。我要信念快约定，我将爱牢牢。明慧，敏儿怎么样了？医生说没什么大碍，但是谨慎起见，还是留医观察几天比较好。敏儿，还是让他休息吧。我哥刚离开，他说要赶回去讨论学生被捕的事。他没事吧？受了一点小伤，不碍事。他说冲突一起，场面一片混乱，很多人都受伤了。没想到一场学生游行会演变成暴力冲突。听说逮捕了很多人，里头也包括学生。我听电台广播说是逮捕了40多个学生。40多个，太过分了！才10多岁的中学生，用武力对付他们已经很不对了，现在还逮捕他们。我想警方应该是怀疑这些学生背后有其他势力在操控着。会有什么势力？学生背后不就是老师，像敏儿这样的老师？这也是我担心的。你担心敏儿是被利用的？我相信每一场罢工，每一次学运，都有特定的势力在暗中运作。
新马两地宣布进入紧急状态之后，这股势力潜入地下，暗中招募成员，扩展势力。他们虽然隐藏起来，但是却无处不在。你一定是有所根据才会这么说的。我看过资料，在1945年10月，本地发生一场为数7000名工人的罢工行动，他们都是船坞和海港局的工人。政府逮捕了几个人之后，掀起了更大的抗议浪潮，来自各行各地的工人全部停工，商店关门，人数多达17万名，整个新加坡几乎停顿了。你想，单靠那些码头工人，会有这么大的影响力吗？显而易见，罢工背后有强大的势力在操控着。这股势力在逮捕行动后，决定展开反击，向政府显示他们的力量。政府显然没有吸取教训，在这次逮捕学生的行动，正好被这股力量所利用。你等着瞧吧，我预料这场风波非但不会平息，还会掀起更大的波澜。如果正如你所说，那这些人真的太可耻了。如果他们要斗争，就应该自己出来斗，为什么要利用这些无辜的学生和老师？因为那些人有理想啊，不在乎抛头颅洒热血。不仅仅是学生，还有很多年轻人都是他们争取的目标。就像……你担心我哥？不是我低估你哥的能力，但是要在这么短的时间内号召市政会的青奋工人和清道夫罢工，那不是一件简单的事啊。你想，那些青奋工人只晓得天天早上用扁担叼2个铁桶到家家户户清奋，他们没受过教育，知道什么是革命吗？什么是无产阶级吗？什么是殖民主义吗？我想，有人在助你哥一臂之力。也许他已经感觉到了，也许他还被蒙在鼓里。老板，咖啡一杯。给我果摇的。兄弟，不要回头，你已被跟踪了。在你4点钟的方向，有人监视着你，带他们绕街吧。你们为什么要跟踪我？如果有证据就逮捕我，要不然不要当跟屁虫。洪丹勇，你哥当心点。我也是他们跟踪的对象，不过我对付他们的办法不像你那么直接。看来与带他们绕街比起来，你这办法似乎更有效，也更痛快。他们为什么要跟踪你？这也是我要问你的。我组织过几次罢工，给他们添了不少麻烦。彼此。最重要的是，我绝对不是殖民主义者的傀儡。看来你对殖民主义一点好感都没有。你不也是同道中人吗？罗信，洪当勇。